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又来吃瓜啦！没有想到这位玩家又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他真的是一个 drama 的制造机。前不久我才讲了这个玩家，当然他换了名字啦，他原本的名字叫 Glock。他之前在2377、2489的那一场 KVK 中是2377的盟友，他那时候待在的王国是3535。那么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回去看一下我这个影片呢，就有解释到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在这边也是长话短说啦，简单的来讲，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所在的王国不敢出去跟1606战斗的关系，所以他就在他王国那边冷嘲热讽，那边搞事情，就连爸爸都没有办法控制他，跟他谈判也得不到好的结果。然后他就自己创立了一个联盟，然后在那个联盟里面自己购买金箱子，自己舔那些金箱子，不想要分享给3535的其他玩家。据说他是被3535给赶走的，3535不想要他，所以我是很好奇为什么当初3535会接受他。在那之后他就移民到了这个王国1875这个王国也是以阿拉伯玩家为主的，但是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呢，而导致到他把这个名字给换掉了，也换了联盟。那这个名字据说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很弱的国王，你们可以理解为没有什么能力的国王啦。他是直接嘲讽了阿布辛，也就是这位玩家是他们的国王。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他会突然暴走 ？OK， 那么这边就是他们所发布出来的王国邮件了，这个应该是管理层来的。这里就说很可惜的 Glock 失控了，原本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他们尝试用3303丢了要塞，但是结果失败了，他就彻底崩溃了。他可能是看到哇，他们的王国连这么一点点东西都做不好，所以他就崩溃了啦。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这样子。但是在这几天我看了1365跟1875的 KVK 情况来讲呢，他们没有办法成功也算是合理的。再加上他们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星期六，而且是差不多亚洲下午的时间啊，所以他们要塞放不成功，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亚洲时间玩家都比较活跃啊，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是要搞这种东西呢，至少都要等到亚洲时间可能凌晨或者是差不多清晨的时候才来搞，会比较容易成功。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选错时间啦，再加上那个时间点可能1875的玩家也不算特别多，所以就没有成功啦。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但下面这边就有说到区域是非常不安全，叫他们特别注意一下。这里就要求他们要么就在自己的领土上面，不然就是去到区域5跟他们盟友之间分享的那个领土里面，那个边会比较安全一点，或者是为你们的账号开泡泡，如果你们在区域4的话，不然就把你们的账号移走，把你们的城市移去安全的地方。他们也会在区域5那边建更加多 1875X 的旗帜，也让他们有更加多的空间去签成自己的农场账号。这个时候我就很好奇了，这么当初他们会接受 Glock 这个玩家呢？这边也是有玩家问到同样的问题啦。当然了，我们看回复也不能只是单看一方面的说法嘛。那 Glock 这边的说法就是说，祝福你们在这场可悲的 KVK 中的好运。在这场 KVK 的王国对战中，这场可悲人数稀少的对战中，一群小丑，你和其他人一样都像白痴。然后最后一句就是骂人的脏话。下一段，你和你的王国还有这个游戏的系统都是笑话。然后骂人，顺便说一句1875就是个垃圾。这边他应该是少写一个 K， 我知道你不在乎大家都有相同的 KVK， 相同的王国，每一场 KVK 都是假的，只是想要说再见你这团垃圾。然后也是看到一些玩家就有说到，就警告他们不要去收这个玩家还要记得他的那个 ID， 也是有不少玩家问他的 ID 是什么啦，因为在这个社区是不能把玩家的 ID 给放出来的，所以他们就在评论区那边询问了，就有讲到就需要去小心这个叫 Glock 的玩家，因为他有很多的黑历史，就比方说背叛了联盟，在王国之中发生了一些擅自行动的行为，就比方说去打人家的账号啊，蓄意破坏要塞和领土的计划等等。然后近期就是因为要塞放置失败的问题啊，所以他又开始攻击啊，扰乱己方的联盟，危及整个区域的安全。如果你要维护自己王国的士气、领土
土王国战争的稳定，建议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受或者是相信这个账号，因为也有可能他之后会把这个账号给卖掉还是怎样啦，所以就祝福大家的王国安全安心。然后之前就有一些玩家分享了，其实 Glock 在刚到1875的时候11月7日他就讲他会为了1875直到结束为止，祝各位好运。但现在呢，他的那个情况就180度大转变，可以看到2个星期之前跟2个星期后的那个情绪表现了，所以就有玩家好奇说他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的问题啊，还是说在1875那边有太多的农场账号，又或者是一些追求击杀的玩家等等。然后这个截图不知道是谁讲的，他就讲Glock 他不会暴走，他会一直在这个 KVK 里面表现到很好，直到 KVK 结束为止，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很显然的，这句话就是已经不会实现了，他已经在破坏人家账号了，已经在搞事情了。那么在失落之地的时候，阿布辛他就有解释发生什么事情啦，他这边就有讲到有2个玩家被打了，还有大约10个农场账号被清零了，这个是 Glock 那边所做的事情啦，还有包括其中一个是一个主播来的，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那就说到现在的账号应该都安全没有事情了，只是在 KVK 进行的途中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真的太，这里说可惜啦，但严格来讲 shame 的意思就是可耻的意思，或者你们可以理解为耻辱。那这里就要分享一下那个被清零的主播，就是这位了。他原本多少战力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据这位主播所说，他已经阵亡了 1.5 million 的部队，也就是说他已经损失了1500万的战力。那么他在被 Glock 打之前的45分钟呢，据说是有被另外一个王国集结他的城市，但是集结了之后他应该是有治疗啦，然后 Glock 就跑去打他的城市了，而且就这么刚好在 Glock 打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开10分钟去帮他的太太去做一些事情，就在那短短的10分钟之内他就被 Glock 给攻击了就这么刚好。当然我也是看到一些玩家在调侃他说，是不是你要跟你的太太离婚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跟你的太太讲我要离婚了，是你导致到我的账号被人家打。当然他也不至于到清零的程度啦，因为7500万战力呢其实还是可以战斗的，但他有说到他希望在黄庭的时候可以派7队出去打架啦，但以他现在这个战力来讲要派出7队部队好像有点困难了，更何况是说假设他只有使用一个兵种，就比方说像我这样子全部骑兵的账号也好，他这个7500万战力要凑齐5个纯兵的部队都有一点困难不然就是他每一次打完之后就要马上去治疗了，所以对他来讲在黄庭应该很难啦，除非他在这个时候提升自己的部队，提升自己的战力去训练，或许还有机会。但是看他们这一场 KVK 其实打了蛮长时间了，从关卡4打到现在，而且还要持续打到黄庭，应该没有剩下多少的资源加速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啦。不过我相信他之后会发布一个影片讲关于他城市被集结的事情，分享报告之类的，所以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关注他的 YouTube， 等他发布影片，也有可能他的影片会发布的比我更快也说不定因为这个影片应该是定时间发布啦，应该不会这么快发布。但说实话我也不是不能理解 Glock 他的心情啊，因为讲真的在这一场 KVK 1875的表现其实真的不算特别好啦，这是他们这一场 KVK 的数据，其实他在这一场 KVK 里面呢已经损失了 2.4 亿战力，他从原本大概有6亿战力都已经跌到现在 3.9 亿，就是说他是真的有认真在打这一场 KVK， 而且你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整个 KVK 的排名他是排行在第8名的，他在这场 KVK 的击杀积分都有提升到74亿，其实算很多了，而且重点是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击杀数据呢几乎是1比1的 113%， 因为在前2天我看到他的那个数据会更加糟糕，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他是造反前2天的数据，他这边的击杀比例就只有 98% 而已，就是讲他每一次打仗呢都是顶在前面，或者是他的战损是很亏的，所以我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这么生气啦。不过前2天他的那个阵亡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又慢慢提升了，我觉得在他造反之前啊，他的那个战力已经损失了2亿，至于后面他会损失更加多，我觉得有很大概率是因为他去打了别人的账号，所以他的战力才掉了这么多。那现在他也是去到了一个没有人的联盟叫 The New Order， 里面呢就只有3个账号而已，然后这2个账号我感觉不是他自己的账号了，应该是
别人的账号来的。所以我个人推测他不满意的一点就是他付出了这么多，然后可是他的联盟他的王国表现不如他预期所想象的这么好，就让他觉得很失望。因为这种玩家他的心里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我要很直接的跟各位讲，这个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游戏，尽管你有很高的战力，你有很多钱，你有很高的击杀也好，你也没有办法一个人获得胜利，除非是说整个联盟的账号都是你自己的账号，都是你在操控，或者是你找别人来帮你操控，那还有可能会胜利。因为至少全部人都是听取你的说法，听取你的指挥，你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有人反抗。就算有一些错误发生的事情的话，你也只能怪罪你自己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Glock 要学着要怎样去跟其他玩家相处。当然我也是会打得很痛苦的，如果是遇到像他这样子的 KVK 人数这么少，没有办法去丢一个要塞建立起来，一点点小事都做不好，甚至有可能像一些玩家讲的，全部人都在追求更高的击杀，不然就是农场账号，是真的会觉得很生气的，我可以理解。但如果他的性格不改，还是觉得说哎呀全部人都是废物，只有他自己是最强的，那我觉得最后的结果他只能自己建立一个王国，全部王国的账号都是他自己账号。你们别以为这种事情不存在哦，因为1777的国王卢娜他已经实践了这一点。你们可以看到王国的国王是他自己本人，然后阿斯也是他自己本人，这个是他的账号，这个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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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加上来还有包括这个呢，总共是有6个账号，在管理层都是他自己的账号了。 OK， 你们别以为这样子就结束了，他还有自己的大军你们看到这边全部账号吗？而且它不是全部都是农场账号，你们看清楚，它的9000万、7000万、6000万、4000万、3000万，然后剩下的是一些战力比较低，但是战力比较低的账号呢，也就只有那几个而已。这里算下来总共有24个账号都是他自己的账号，所以他有什么想法要做什么东西呢，他全部都可以自己去操控，或者是要求别人去操控。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去玩了的，这样子玩会不会比较开心我不清楚。但是如果 Glock 他是真的想要大家全部都听他讲东西，然后又不会有什么失误之类的话，可能这个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啦。然后剩下的玩家就是他们在 KVK 里面加入他们联盟的一些玩家，就这样子。这个真的太有趣了。当然卢娜最出名的事情呢，相信各位也知道了，但是今天的影片重点不是讲卢娜，只是分享一下而已。不过最后还是要说一句啊，虽然这个主播有点可怜啊，他被 Glock 打到他的账号剩下7500万战力，但是这边还是要讲一句啦，不管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只要你离线，你不看着你的账号，就需要开泡泡或者是飞去安全的地方，或者是回去关卡室，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是 Glock 的问题啊，所以各位还是要自己小心注意啦，就连自己王国的玩家也是要提防了，因为我相信像 Glock 这样子的玩家不会只有一个而已，可能其他王国也会出现这样子的玩家。不过我最后还是比较好奇啦，之后还会有哪一个王国愿意去接收这个玩家，因为他真的太恐怖了之前在1093搞事情，960、3535、1875，下一个目标又是哪个王国呢？有传闻说他有可能会去1093啦，但是我觉得1093应该不会接收他，会不会有可能2377会接收他呢？蛮好奇的。但他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先锋王国啊，毕竟像他这样子能够花钱又想要打架的玩家，一般的选择就只有先锋王国而已。所以各位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留言，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